4000转以后爆发出172牛顿米，100。那我知道等了很久，终于有这个机会。Toyota Corolla Altis。那这辆车呢，在 Malaysia brochure 里面是没有提到 Altis 2个字啦，在外国版也是一般上都是叫 Corolla 的。所以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向你们介绍一下车主 YW。你这辆车是刚出多久啊？1个月，才1个月车哦，走了多少公里？才5000多。很快哦，1个月你走了5000。你是做 sales 啊？就 contractor。这就跑来跑去啦。像你这辆车有上过云顶那些吗？上过1次。有进行做什么改装这样子吧？就加那些 body kit 那些。engine 那些没有动过啦。没有。他的车就在这儿，改了一些套件啊，都是在淘宝买的哦。有些是 Shopee。多东西可以买，所以我发现到Toyota跟 Honda 的好处就是还有 Mazda， 不要忘了哈。这辆车买了大概多少钱？144,000。On the road 到来144,000，它总共有2个 spec， 一个是 E spec， 一个 G spec 啦。但是 E spec 跟 G spec 的分别就是差一个8000块左右哦。但是马路上看到很多都是买着 G spec， 才上下一个8000块，你得到 LED 的帅气头灯啊，然后它的那个主动式刹车系统啊，安全系统都很丰富了，我觉得8000块值得了。单单那个头灯都不少钱了哈。那话不多说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2022年的 Corolla，Let's go。真的哦，在马路上一般上都是看到高配的哈，因为很少看到低配，才相差一个8000块左右。你每一个月工期的话，可能多一个100块左右而已嘛，所以很多人会去选择高配版的。这是它的钥匙，虽然带上了一个套，但是长得很像 Toyota Camry 的啊。你看，整个车头灯都是 LED 的，包括它的 signal 灯也是一样，非常帅气哈。Side mirror 会自动收碟啦。它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你可以按这个按钮，它是触摸式的哈。你要解锁的话，手伸下去就 OK 了啊，自动收碟 side mirror。YW 也加上了这个 carbon fiber 的 sticker 上去，我很喜欢这个 handle， 说真的，就比较方便啊，上下车也好，开关门也好啊，然后在驾车的时候都可以抓一些东西，有没有？尤其在长途的时候，皮革、软质塑胶还有缝线哦，质感都还相当不错的。好像把它长得跟 Toyota Camry 一模一样，只是说它的这个多了 pedal shift。之前那代 Toyota Camry 是没有给 pedal shift 啊，我相信都是 plug and play 的，看到吧？大家都是有 manual mode 嘛，对吧 ？Low spec 的话就少了一个 pedal shift 啦。High spec 才有的，中间有液晶仪表哦 ，RPM 是 analog， 油震还有水温表都是 analog 啊。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一键上上下。我们打开头灯、远光灯、fog lamp， 还有热 fog lamp， 然后这边就有 auto wiper 啦，这里就多了一个 button on off on， 可以把你的手机放在这里，无线充电哈。很多人已经吐槽了这一个啦，包括了后面啊，所以我这个不讲太多。但是这一个年份的 Corolla 呢，已经升级了超过7寸的这个 touchscreen unit 啦。之前那一个呢，很多人 complain 因为太小了，7寸，尤其是你买到 low spec 的话更加小，4点多寸而已啦，所以这个会比较大，解析度还不算轻，还好不了。Aircon 呢，你可以按 Auto。Dual Zone 这个是 High Spec 才有的啊，这里都是软质塑胶，但是有真缝线在这边，不是假的。只要你把档挂呢挂到去 D 的话，这是Toyota的很好的一个方向啊。只要你打去 D 的话，它就会解除它的那个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如果你放去 P， 自动上锁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还有 Sport Button、Traction Control Off、Auto Hold， 还有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有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扶手箱，不能调整前后，但是可以打开，不是算是很大了，还可以了哈，可以放一些 Smart Tag 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很多人问是什么？它不是 WiFi off 啊，它是内饰的 Sensor off。当你要下车添油还是什么，你要锁门，但是车上有人还是怎么样，最好把它 off 掉，要不然呢，它侦测到里面有东西在动的时候，它的车的 alarm 就会响啊。8向的电动座椅，但是没有 memory seat 啊，包覆性还不错，舒服性还不错啊，还可以调背部支撑在这里，这里是打开油盖，可以打开尾箱啊，这个在旧的Toyota一般上看得见的啦，打开引擎盖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Set， 这 PMV 360度 camera 开关，自动远光头灯，头灯调节高度，自动上下，看一下左边那边也是有一样哦，后面呢，也4个窗都是自动上下的哈。上下车要注意啊，很容易敲到头。这辆车是 TNGA 的 platform 啦，所以它的顶部会比较低一点，比起以前的 Toyota 来说。
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多过一个拳头的位置，头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所以这一代 Corolla 呢，很明显它的头部空间会比上一代来的少。TNGA 的设计就是把车身重心降低，所以它的头部空间都会少了一点。比如说现在最新的 Camry 也是一样，比起旧的 Camry， 上下车都要多注意一下哈。比起同等级竞争对手来说，它是在中间，马自达会比较小啦 ，Corolla 在中间啦，最大的腿部空间我觉得还是 Civic。但是如果以说舒适性来说，前面的座位是比 Civic 来的好坐，尤其是它的屁股的椅垫。他说后面这里也不错嘛，发泡棉都是偏软的，椅垫的长度还可以啦，没有说太短了。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但是很可惜哦，你不会看到这里后面有任何的 USB 插槽那些。中央扶手，但是这个中央扶手跟 Civic 一样，我想要做一点小吐槽的。你看它的高度，左边跟右边，一个高一个低。如果他们可以做到再高一点点，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会更加舒服啦。这辆车的套件多了下去，真的是帅气很多，就看得很漂亮。尤其是它的后面啊，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太帅了。加上这个套件一级棒，真的，你看它的灯漂亮哎，这里有一个雾灯很亮的，只有一边 LED 的 signal 灯。当然这个 exhaust 是假的啦 ，diffuser 加它一起一 set 的 GR Sport 的 badge， 淘宝可以随便买到。Toyota 有一个好 ，Corolla 已经有给这个 plastic 把它盖完，所以你不用再买什么任何的这个 car mat， 所以你买菜啊那些都会比较干净啦。后面有 spare tire full size 的，也是给这 Michelin Primacy 4这个 spare tire good 啊，真的超帅耶，很漂亮。据说第一批的 Corolla 是给 Dunlop 的轮胎，后期的就换上了 Michelin Primacy 4 225/45R17寸，后面有刹车通风碟啦，非常漂亮的轮圈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起来很大颗，有没有？远看啊，长得像18寸。前面也是一样轮胎225/45R17 Michelin Primacy 4 Single Board 卡钳在前面。那隔壁这里的乘客啊，都是手动调节。我记得 Civic 这一边是电动座椅的，对吧？当然，这内饰我觉得是很日本风格啦，简约整齐。比起同等级竞争对手来说，我还是觉得 Mazda 还是看得比较atas一点的啦。GR Sport Badge，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 Daylight 2条线的。中午看的时候很煞气，尤其是白色车或者黑色车，看了很高级，很有质感，而且很漂亮了哈。你看它的标志就知道这个是有主动式安全系统、自动跟车系统，还有自动刹车系统都有啦。对我来说，这里有点小可惜啊！你看，连 Vios 都会给上引擎盖啦，Toyota Camry 都有啦，但是为什么 Corolla 就没有嘞？就很赤裸裸让你看到那个引擎到底在搞什么。所以看到很多那种 wiring 啊，或者是管道啊这些啊。代号为2ZRFE 1.8公升自然吸气引擎，虽然在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呢不是最出色的，拥有这139PS，还有172牛顿米，在4000转的时候会爆发。因为这辆车没有涡轮增压，比起我们马来西亚最热卖的那个 Civic 啊，它就比较逊色了一点啦。耐用性来说，我觉得这一副引擎还是最耐用的啦，配搭这 CVT 无段变速箱可以模拟7速啊，我就不知道Toyota有没有附上 CVT Corolla，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啊。很明显，这里就是一些降噪风速的塑胶哈，都会在这里，以免这个风传到去室内哈。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去试驾 ，Let's go。所以车主的平均油耗是10.6 km/L。看啊，它的起步很像 AT 哦，所以我驾过最像 AT 的 CVT 呢，第一名就是 Subaru 啊，第二名我是觉得是 Toyota， 第三名是 Honda， 但是这3个都很接近哦。现在的 CVT 也是做的是非常的直接啦 ，Proton 的要等它的 Clutch Engage 啦，因为它是走 Clutch Base 啊 ，Torque Converter 的话呢，会明显来的会比较直接。哇，它过泵是一流啊，很舒服，一上车就知道这辆车的隔音非常的好。声音很轻哈，对我来讲啊，这种重量是很适合女人去驾的，所以女人会比较喜欢啊。
我很喜欢它 steering 的感觉，它不像旧的 Toyota 给到我们觉得不精准啊，可能因为它是有那个车道偏离系统啊，所以会比较 solid 的感觉。然后尤其是我一上手现在哦，我感觉到它的那个避震系统真的是太好了吧，我都觉得 Civic 已经很好了咯，新的 Civic 改款了吗？哇，这个 OK， 来访问一下 YW 哈，为什么你会选择 Corolla Altis 作为你的代驾？因为我之前看了 Civic FE，我没有这么喜欢它的外观为什么没有去看 Mazda 还是什么其他的？ ，Mazda 太贵了。尤其是它的 hatchback 那个哈，对，真的是很帅，但是160千。CPU 有点嘛。这一代的 Corolla 也是 CPU 啦，它是从泰国进口的，但是我不在乎是泰国进口还是本地组装，因为其实本地组装的质感也是相当不错的。它有给该给的东西的话，我们就比较好啦，这样子啊。当时你会觉得什么没？这个东西？觉得还好了，如果是7寸那个就比较丑。因为它其实外国是那种做的悬浮式的很 high spec 的感觉，然后来到马来西亚，我就觉得它 cut spec 了啦。它有它的好处的，Toyota一般上它的设计，它的唱机酱哦，是让你容易去做升级嘞。你要随便换也可以，它不像 Civic， 不像 Mazda， 你要换唱机哦，抱歉，你很难换。OK， 那这个 casing 已经有给你了，你只要换回一样的尺寸，或者是差不多这样的，然后你外面这个是可以换的嘛。主机这边就不要讲了啊，其实我们驾车是很少会看见这一块东西的。这样车还有配备的360度 camera 是吗？按着，它就会出来哦。不是说最清晰的那个啦。可以这样按99来关闭啦。对。所以它的灯会关闭，就没有了啦，就这样子。Auto hold， 放一下 brake， 所以它的 N 档是可以用 Auto hold 的啦。我感觉到现在的 Toyota 真的是。尤其是有 TNGA 啊，感觉到它整个 suspension 它的避震器都很 solid， 很扎实了，真的是比以前相差的太远了。再加上它的滤震啊，也是哇 ，best 哦，哇，太好了吧那个滤震，尤其这种烂路啊，完全是好像没有感觉了，你会觉得我去不了，驾不了，就踩不了，好像不用怕它坏的感觉。有些车的避震啊，你驾多2下就觉得哦不可以了。好像容易坏的感觉，这样不会哦。那我现在行驶着96，将近100 km/h， 转速不到2000，大概1800左右啊。那其实我很喜欢Toyota的一个 CVT 啦，就是你看啊，当我换去现在模拟7速吗？我再踩多一点油，甚至我现在把它踩完了。你看它 RPM 是不会上不会下的哦，那我再放、再踩、再放，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它的 RPM 不像我们一般上的 CVT， 会好像有那种 free play 啊？这个是我觉得Toyota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尤其是它的 CVT。我再表演给你们看啊，我再踩多一点油，你是看到它 lock 得很像 AT 的，然后我再降档，再踩一点点，我再放油，哇哦，做得非常的好。OK， 那这辆车是有那个车道偏离系统啊，你看我现在不要摆它，它会把我 keep 在那个 lane 里面啊。但是它现在左右不知道在做什么。OK， 自动跟车系统啦，是可以要开这个是吗 ？Set。按set 下面的。按 set 啊，然后现在是我 set 144啦，114啦，然后车的这个根据的距离是最远的。OK， 那是可以通过这个按键来调啊。OK 啦，最远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跟车系统可以去到哪里去啊？我试过 Civic 的了，我试过Ativa 的啦，那些等等的啦，所以我觉得新款的 Civic 做的还不错啦。它的 ACC 很像 Alphard 2018年的一样。哦，就做的会比较舒服哦，我觉得不会随便乱踩刹车的感觉。我是踩车的时候用的话，还会踩的 brake 比较紧。你看好像这样哦，他看到有前面有摩托了，就那种新手的感觉，他一下子会踩那个刹车，他不会顺这样踩一点点那样的。你看非常舒服，有没有？如果你说你要比起 Civic 啊 ，Civic 是比较硬朗一点点嘛，大家都有一点相似，但是就感觉到那个滤震啊，还是Toyota做的比较好一点的哦。
这种不平的马路哦，Toyota有一点感觉，它不会浮动太大，它会跳一下就好了，干脆利落。你看，一下子吧，就那一下，干脆利落。OK 啦，我们尝试过就算了吧。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驾车啦，这种我们爱驾车人是不太喜欢用这个方向的。打满 run 95是吗？97，我看你昨天打97，打97，然后就是常常来打啦，平常。常常来打。这样打满95啦，我们以95来讲，打满是大概需要多少钱呢？92块。哎，不到100块耶，你100块左右的油钱啊，你可以行驶大概多少公里嘞？我的话大概10天，400出一点。你打95跟97有没有任何的分别？97的话车比较没有这么重，95的话会感觉到比较重。太舒服了，你看滤震啊，滤得非常的好，才那一下不了，就弹那一下，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开快车，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开快，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在那个高速上面看到很多Toyota Camry啊、Altis啊，飞得很快，不是他们想要的，是这辆车给他们感觉是太舒服了，然后隔音又是好的。那这辆车可能隔音是肯定比起 Mazda 或者是 Civic 啊来的好很多。等下我上高速就知道这边有没有那个风声了。Civic 这边的这个 A 柱这边的风声是非常的强啊，尤其是有装上 visor 的话更糟糕。这种踩 brake 的感觉是什么概念？几像 AD 你看到吧？按99加，跟跳成 D，OK？、按99可以变为 D。可以。第一次在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没有推去 M 啊，现在我是你看啊，我用着 D5、6、7哦，但是你不要用了啦，你按99，它当然会去 D 了，看到吧？我现在才知道。很多车都是有这个方向的。它的那个 quality 很不错哎，尤其是它的环绕声、它的高音跟低音上面，虽然它没有 subwoofer 啊，对吧？没有 subwoofer， 它没有 subwoofer 在这里，但是它的那个呈现出来的音质其实不输给 Civic 哦。我甚至觉得它的高音比 Civic 来的更好，低音也是一样啦。哦，它有一个 Sport button 哦。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这辆车踩完4000转以后爆发出172牛顿米，100，对不对？我们 NA 车就是要拉高转，尤其是0到60那一个方面的话，你真的是要等它上了4000转，有没有走顺了，它才会有那个滴水哦。它的 CVT winding sound 跟Toyota Vios 一样，就比较少啊。哇，它的 brake 不错哦，就头段给到很刺的感觉，它不像以前的 Toyota，以前 Toyota踩得很深的嘛，对不对？现在不会嘞。所以我讲这辆车很容易开快，为什么？你看我现在147这样啦，它的风声是真的是比 Civic 控制到好很多的。比如说这个 A 柱它不会有那个风声一直传进来，觉得哇我开得很快啊，不会哦，那个 highway 真的是太好跑了这样子。当时我还怀疑这它的1.8到底够不够，还有哎呀Altis为什么不要给2.0？以前都有2.0对吧？不过我试过11代半的Altis会比较否一点啊，所以这一代的Altis会做的会比较刚性，也会比较好啊。嚯，太舒服了，我享受它的高速还多过驾 Civic 哎。Civic 虽然动力很强，但是它这种感觉就是我驾远途我会比较想要这辆车。为什么？第一点它的风声，第二点它的舒适性，第三就是 driver 驾驶员的座椅啊，很大影响的。Civic 的好就是它的那个背部支撑上面很好，甚至比 Altis 来的更好。但是在屁股的发泡面上面，Altis 会来的更好，因为它软而且厚 ，Civic 就会比较薄一点，所以可能坐久了会屁股痛。不要讲坐久啦，我上到云顶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咯。各有各优势哈。Corolla Altis 的好就是前面是 McPherson， 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现在的 Civic 已经是没有给 Double Wishbone 了，以前的 Civic FD 会有给，但是现在很可惜，全部换去Multilink。你开过这辆车的最高的极限去到多少？180。嘿，我公司的巴士耶。Hello。全马有90辆巴士这样啦，全部车牌2618的 ，Hello， 哈哈，上山了，上云顶。
good 啊。试一下它的弯。如果它的这个轮胎哦配上 Michelin PS4，我觉得会更加爽。虽然 Primer C4 是很宁静的一个轮胎，如果你去外面买啊，检查过它的价钱啊 ，PS4 跟 Primer C4 在我的18寸那个尺寸里面啊，才相差一个20-30块一条，所以我会愿意去拿 PS4。但是你要记得哦 ，PS4 很快磨损哦，我是用到50千 km 啦。已经很厉害了啦，还剩下一个28千的这个 tread， 看你怎么用啦。我是可以用到50千 km 左右，是很厉害了的了。其实这样子的，有些人讲20-30千就完了。Primer C4 可以去到60-70千，是看你需要什么啦。但是我个人觉得才20-30块，谁都会选 PS4 咯，对吧？当然 PS4 好像要没有劲了啦，都是卖 PS5 啦。好了，那我就把车开到来这边。Sport mode off， 那你们就知道我下一个影片是要干嘛了。OK， 那今天天气好像比较黑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要下雨。在下雨之前，我必须要把它拍完啊。很好，自动上锁。非常感谢 YW，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这个冷气够冷哦，这辆车。Toyota 的好处。好了，各位 Part 1的影片就到此结束。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我们 Part 2呢就会把这辆 Corolla 给开上云顶啦。那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Goodbye。